这两天国际上最大的热闹是啥呢？没错，那必须是法国举行的小型聚会，西方7大工业国 G7 峰会。要是搁到过去30年这玩意儿一开那可是全球瞩目，号称是全球经济的方向盘，动不动就掌握全球60%以上的 GDP， 放个屁，全世界都得震3震。可是到了今天，这个G7峰会它越来越像是一张没人愿意正眼看的小二桌，又吵又闹又挨限，手里面没2把刷子，偏偏还觉得自己能领导地缘政治。不信，咱不聊那些宏大的咱们就聊聊这一次峰会还没开门就闹出一个惊天大笑话。那这次的东道主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小马哥为了这次峰会那是提前大半年就开始做局的他原本定好的开幕时间是6月14号，为啥挑这一天呢？因为6月14号是特朗普的80大寿马克龙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我把开幕式搁在14号，我们在浪漫的法国买个大蛋糕，再点上蜡烛，带领西方几个大国的头头脑脑集体给董王唱一首祝你生日快乐。这画面一播出去，全世界不都得夸我们G7家庭和睦团结一心吗？结果呢，美国白宫那边一听，白眼翻到天上去了，直接冷冰冰的回了一句不领情，总统14号要在国内过私人大寿，过完生日才会考虑去法国。哎呦喂，这就尴尬了美国主子不来，这戏还咋演呢？于是乎，爱丽舍宫大半夜的赶紧发公告，硬生生把一个重大国际峰会的开幕时间往后顺延了1天，改成了6月15号。理由说的还是挺好听的说是经过与所有合作伙伴友好协商的结果。这不就是把唾沫星子再咽回去吗？英国路透社在旁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直接发文说，小马哥今年也别指望出什么联合声明了，他唯一的核心目标就是求求特朗普这3天千万别中途陷入的走人。董王能做满3天，法国外交就算彻底胜利。各位，这还没开会呢东道主先卑微到了尘埃里这样的草台班子还想给世界定规则，真是想多了。在这张尴尬的小孩桌前世界上实力最强的2个大国态度那叫一个绝先看看中国，没兴趣，已读不回。马克龙演了大半年的戏口口声声的说考虑邀请中国参会，结果日本在旁边跳出来加戏，扭扭捏捏的说不应当邀请。就连老小子张家墩又跳出来了，说G7无论如何都不能接纳中国，呼吁所谓民主国家抱团。哎呦喂，就像我昨天帖子里说的，随便你们演，我们压根连看都没看一眼。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可是G7老牌富人俱乐部呀，咱咋能不合群呢？我告诉你这就是中国最高明最清醒的地缘定力，咱们向来对G7这种拉帮结派的玩意儿敬而远之。哪怕是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西方最风光的时候，中国对他们也是4个字儿，保持距离。那到了2005年，美国还不死心，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组团上门跑到北京来诚邀中国加入或者深度合作。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可以合作，但没必要加入。为啥呢？因为加入这种过气的富人俱乐部你顶多得到一个虚名，但是你失去的却是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那片真正广阔的汪洋大海。更何况到了今天，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工业巨无霸中国现在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常年稳定在30%左右。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工业门类最全、产业链最完善、规模最大的国家那反观G7那几个国家除了美国还能靠着美元霸权和科技放血，剩下那几个欧洲小弟哪个家里面不是一锅粥他们居然还摆出一副我看你骨骼惊奇，想带你一起玩的傲慢嘴脸，不觉得滑稽吗？而美国呢，美国对G7的态度叫无所谓。在董王眼里这就是一帮来打秋风的穷亲戚。董王心里面想的是，老子天天忙着美国优先，忙着国内选战，跟你们这帮欧洲闲人绑在一起，除了被你们蹭饭蹭军费，我还能捞到什么好处天天跟我聊什么环境保护价值观大道理，价值观能值多少钱一斤？所以G7就夹在中间，热脸贴冷屁股。2个真正的主角，一个在家里面踏踏实实的搞生产，一个在家里面忙着吹蜡烛，留下欧洲几个在湖边吹着冷风。既然大家都各怀鬼胎，
那这3天的会，他们到底能聊出个什么花来啊？我给你们交个底儿啊，这一次 G7峰会啊，一开幕他就面临一个极其古怪的世界级选择题啊。他们接下来到底是要7打1对付中国，还是要6打1对付美国？欧盟这些人像冯德莱恩之流啊，天天把中国产能挑战挂在嘴边，嘴硬的跟煮熟的鸭子一样啊。但他们自己又不敢冲在前面，必须怂恿美国一起搞个7打1才有胆量。可是问题是，你想7打1，你得先把内部的6打1的烂摊子给收拾了呀。美国跟欧洲盟友为了关税、军费已经是吵得不可开交了，这会场里的气氛能好到哪儿去啊？第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乱局怎么收拾呢？前阵子中东打成那个样子啊，这油轮被袭击，美国在前面拉偏架，欧洲盟友为了自保，在初期全部选择当缩头乌龟，连英国都不愿意配合美军的行动。美国可是最记仇的啊！董王这次来啊，第一件事肯定是要算账。小马哥为了缓和气氛啊，还特意邀请了沙特王储，结果人家沙特穆罕默德王储在最后时刻直接回了一句有事不去了，连面子都不给啊。还有第二，关键矿产和稀土供应链谁给他们供货呀？西方天天嚷嚷着要去风险，要在新能源半导体上跟我们切割，可是现实是稀土、镓、锗这些关键矿产的出口批准印章搁在北京呢。美国心里面很清楚啊，来硬的只会让自个儿骨折，所以美国更倾向于和中国单独谈，私下勾兑。可欧洲那帮智商感人的政客啊，还指望美国出头当恶人去施压。董王心想啊，你当我是你们家长工呢？还有第三，美国现在的核心战略早就把乌克兰边缘化了，不想再往这个无底洞里填美元了。可欧洲急啊，唇亡齿寒，他们只能继续硬挺。小马哥这次特意把泽连斯基也请到了现场，准备在16号开个援乌专题会，想用这个话题把散架的G7强行粘在一起。但地球人都知道，司机去了能说啥呀？无非就是要钱要武器。可英国卫报在14号就爆出白宫高级官员的话了，特朗普这一次连和泽连斯基单独闭门会谈的机会都不给。如果小马哥硬是要把无限区域援助写进联合声明，分分钟会把美国直接逼得中途退席。各位你们看看啊，对外没胆量，对内吵成狗。这3件事压下来，这3天的会，除了在风景区吃喝玩乐，拍2张假笑的合影，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啊？所以啊，场内既然聊不出结果，那就只能在场外做做戏了。首先是老百姓不答应啊，那就在峰会开幕前，距离会场40公里的瑞士日内瓦爆发了惊天动地的2万人徒步。好家伙，左翼团体组成了反G7联盟，那场面啊，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哦。老百姓手里面举着标语，五花八门，G7等于没有未来，富人抛弃穷人。瑞士警方出动了4000名军警在边境上清场，才勉强保住这帮老爷们的通路。在老百姓眼里啊，这帮人开会啊，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百姓在外面骂，但有人哭着喊着想往这张小孩桌上蹭，谁呢？当然是咱们熟悉的莫迪老仙儿了。G7为了显得自己还有影响力，搞了个叫G7加的外围圈子。莫迪一听召唤，那是屁颠儿屁颠儿跑去当外围了。昨天啊，小马哥特意带着莫迪去日内瓦湖边散步溜达。哎呦喂，那个场面啊，小马哥深情款款的紧紧拉着莫迪老仙的右手，两个人在镜头前那叫一个肉麻啊！国内网友调侃，这指不定是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订单又缺钱了，搁这施展美男计呢。英媒这2天更是彻底嗨了呀，他们连自家游轮在海外挨揍的事都不报道了，头版头条全都是莫迪的G7之行，那个逻辑简直是绝了。他们说，你们看，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大，但中国从未参加过G7会议，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全世界更能接受我们印度，中国去不了的桌我们去做了，我们印度马上就要把G7变成G8了。听到这儿我都忍不住想笑啊，印度媒体想变成G8，你问过天天在旁边排队连门都没摸到的韩国了吗？这帮人真有意思啊！椅子摆的再多，小孩桌上连个像样的肉菜都没有，你们坐在那儿啃着桌子板，就打算这样子领导全球经济吗？所以这场大戏演到最后最荒诞的真相浮出水面了。中国虽然不在G7，但G7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里都挂念着中国，连西方自个儿的媒体都看不下去了。美联社在6月14号发了一篇文章，标题非常犀利
没有中国，G7还要存在的意义吗？里面打了个比方，说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G7峰会，就像是一届少了巴西队的世界杯，冠军压根儿没来，你们拿到的金牌有个屁的含金量啊！连常年对中国不友好的德国之声也在同一天公开质问：你们自称是工业化国家开会，结果全球第一大工业国中国没有坐在桌子上，那你们这帮人在讨论什么呢？这就是2026年G7面对的现实，7打1不敢，6打1内耗，想拉拢中国，中国已读不回，想带印度玩，纯粹给自己找了个气氛组。坦白说法国这次折腾了半天邀请中国，无非是想在中美之间玩点左右逢源的小心机，借中国的事去压傲慢的董王。可现实是残酷的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张小孩桌上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都惹不起。中国看他一眼算我们输，骂也好，捧也罢，你开你的生日趴，你拉你的小手，中国只会踏踏实实的走好自己的路，你们开心就好。